刚买了5个这种小的电动靶子，马上用新到的黄纹喷试一试，看看准头怎么样。5个全部都打中了，但是因为它这个靶子不是专门给软弹设计的，所以可能会打中以后不倒的情况。而且我这个靶子比豪记大叔那个还要小一点，所以能得出什么结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时隔2年再次入手黄蜂的塑料虫多少还是有一点感慨吧。当初买它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它是市面上第一款可以抛壳的蹦动玩具，对于其他方面的功能并没有特别详细的研究。实际上，黄蜂塑料虫本来就是一款发射海绵短弹的发射器只不过呢，因为弹壳什么都能塞，当初勉强搭上了一波水弹的顺风车。现在回过头来看塑料虫的设计亮点还是很多的，而且在看风住宿以后，维持在260块的售价，让大家充分享受到了工业化带来的廉价产品不过塑料虫的产能也一直是黄蜂的一个槽点这已经是我买的第3只塑料虫了，去年10月份拍下来，然后上个月才刚刚到。黄蜂在这2年当中陆陆续续优化过不少细节，所以每一波发出来的套件可能都会有点区别，中间应该是改进了很多。目前的版本是用了透明的 PC 外壳，全套橙色内构，气缸、枪管和供弹管用的都是土豪金的铝合金材料。整个搭配相比我最初入手的那套黑黄相间的零件看起来更协调了。还是按照之前的教程依次装好内构、双通、弹仓枪管、合壳拧好螺丝。具体的安装过程可以参考完弹社公众号之前那期黄喷喷的图文。新的批次上螺丝换成了统一尺寸的十字型号，不再用内6角的自公丝了，应该不会再出现爆螺丝孔的问题。塑料虫的本体仍然是没有后托的，所以还得自己准备一个 Nerf 接口的后托。工匠家的这个伸缩托是塑料虫的标准配置了，卡口有点紧，装的时候呢要加大力度。另外护木上的3个孔位是给工匠15厘米导轨预留的，想装的话呢得自己买2根。那这么一套装齐呢，基本上就算是黄蜂塑料虫的完全体了。2年前刚入手的时候我傻乎乎的给这个透明外壳喷上了黑漆。现在来看透明壳搭配橙色内构和金色气缸还是蛮好看的。透过外壳看到内构运作的时候，可以体会到机械的美感，整个色彩搭配也很协调，作为玩具很有辨识度。除了因为左侧螺丝孔带来的一些生理反应以外呢，外观上基本没有令人不适的地方。玩了1年多，黄蜂塑料虫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一只特点非常鲜明的玩具。本身它具有非常多明显的 Nerf 元素，比如说标准 Nerf 接口、手动 Nerf 的经典扳机结构。但是另一方面呢，塑料虫也借鉴了一些仿真玩具上的设计，像是抓克钩、脱弹板这些结构都能看到一些蹦动抛壳玩具的影子。加上后托以后，发射器的重量在 1.3公斤左右，比较轻，毕竟主体大部分还是塑料材质。跟工匠预言之类的套件比起来呢，黄蜂这个 PC 注塑外壳确实显得有点薄了。虽然韧性还不错，但是握起来用力的时候还是能明显感觉到有形变，边缘的地方捏起来就能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这也是至今都没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呢，塑料虫的结构设计对绝大部分零件都没有太大受力强度的要求，塑料是完全能够胜任的。该用金属的关键部位呢，它也没有含糊，尤其是整根铝合金的枪管和供弹管非常的实在。说难听点260能买到这么一套，还要啥自行车新版的枪机外观做了简化，直接把加强筋的结构暴露在外面，没有早期版本的覆盖了，可能是为了看起来更像玩具吧。其他的细节没什么改动，仍然是脱弹板加拨弹片的结构。拉开枪机能看到前面用来维持气密的橡胶圈。塑料虫本身也是一只潜力非常大的发射器机匣里边巨大的金色气缸，内径跟石中剑是一样的36毫米，110毫米的拍头行程大概是石中剑的2/3左右，气量仍然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即使原厂弹簧比较弱鸡，抛壳结构、先天气密不足这些问题呢，最终还是可以提供非常不错的性能。
老版本上的弹仓堵头跟双通进弹口的尺寸匹配有点问题，经常会卡在进弹口，装弹的时候要使劲往里面插才行。现在的版本调整了堵头的尺寸，塞弹壳要顺多了。不过装弹口的边缘还是有一点分裂，感觉很容易划伤，可以自己简单打磨一下。我手上的老款双通这里被又粗又硬的弹仓给撑爆了，新版改进以后，弹仓做了一节缩进，插进去刚合适。不过呢，最好还是来点胶水给它粘住，不然上了供弹弹簧以后，容易把弹仓给弹出来。这次原厂给了红色的塑料弹壳，跟以前蓝色弹壳没有任何区别，尺寸和材料都完全一样。换上蓝壳也可以正常激发抛壳，而且不得不说，这个弹壳的质量真的不错，玩了这么久也没有破损形变。弹壳适配的是13毫米短弹，用工匠子弹效果比较好。弹仓可以塞进5颗弹壳，载弹量也就是5+1发。塑料虫的供弹口和我们常见的仿真玩具不太一样，而且它的弹壳呢也要比12号弹小很多，所以没有办法像以前玩仿真玩具一样双发快速装填啊，只能一颗一颗塞进去。然后还有很多水友提到过，塑料虫的抛弹啊，有时候稳定性不是特别高。那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你的枪管和双通有没有安装到位。在正常的情况下呢，抓壳钩是可以直接抓住底缘的。这个就是我的枪管在没有卡到位的情况下，弹壳的位置太靠前了，所以抓壳钩没有办法抓住这个弹壳底缘，也就抛不出来了。我们给它使劲往里面塞一点，这样就抛出来了。抛壳不顺还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抛壳钩外面这个小簧片弹性不足了。如果你在检查过枪管和双通，确保安装好以后还是抛壳不畅的话，那就可以把这个簧片拆下来，然后用手给它掰直一点，这样增加抓壳钩的弹力，确保可以抓得住弹壳底缘。我们知道，在做爱做的事情之前啊，最好先做足前戏，上好润滑油，这样抽插起来才会比较顺畅。尤其是装在透明外壳里面这么多活动部件，磨坏了壳子可就不好看了。经过几代优化以后，整个抛壳的过程是要顺畅多了。通过透明的外壳，也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整个供弹和抛壳机构的运作。拉动机筒的同时，给派头上膛。脱弹板首先会有一个下压的形成，打开弹仓放出来一颗弹壳。这个时候拨弹片的堵弹装置取来脱弹板，暂时挡在弹仓前面，防止多余的弹壳跑出来。机筒归位，脱弹板抬起，枪机把弹壳推进弹膛。激发以后，弹壳会被抓壳钩抓住，拉动机筒就可以带出枪膛，经过抛艇被抛出去。反正各个零件的契合度比初期版本强了不少，玩起来体验有很大提升。性能方面呢，原厂没有给太大的弹簧，不过用工匠的短弹塞进弹壳还蛮紧的，气密也非常好，初速可以达到33左右，10米以内下坠都不是很明显，弹道还算稳定。综合来看啊，黄蜂塑料虫确实是一款设计非常优秀的玩具。即使是水弹时代，在有 AK870或者1014的情况下，我也会经常拿出来撸上几发。作为一款国人设计的原创发射器，有很多油管的博主也入手了，评价都很高。至少从玩具的角度来看呢，材质达标，结构成熟，可玩性强，潜力也非常大。毫不夸张的说啊，塑料虫算得上是国内第三方原创软弹发射器当中的代表作之一。怎么说呢？咱们国内其实真的不缺这种优秀的原创设计啊，但是现实的问题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能说希望春天早点来吧。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弹壳会隐身，经常打着打着就消失了，
原厂给了我5颗，玩了几天，现在只剩2颗了，剩下的怎么找都找不到。